你曾经在当年的 Windows 电脑桌面上看到过这张背景图吗？当你身临其境时，现实又是否会有落差？到底是什么样的奇观能让它一张黑白照片就卖出了650万美金的天价，让一座只有7000人口的偏远小镇每年能迎来400万的游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用正确的打开方式去探索这个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超网红鼻祖。欢迎来到羚羊采穴。在横跨美国自驾之旅的第10到11天，来到了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站——羚羊峡谷。这里因为曾经有羚羊群漫步而得名。这次我不仅要走进峡谷内，还会坐船从湖上游进峡谷，多角度去探索羚羊峡谷成名的秘密，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如果有需要旅行攻略的朋友，记得看到视频结尾哦。欢迎来到亚利桑那州。我们这次到达的站叫佩吉县，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要从一个叫佩吉的地方讲起。它坐落在亚利桑那州沙漠的最北端边缘，一个只有7000多人口的偏远小镇，每年吸引来的400多万游客，他们都是来看什么的呢？直白的答案就是打卡网红地。网红1号羚羊峡谷，网红2号马蹄湾，网红3号鲍威尔湖。上次来我就做过马蹄湾的视频，那这次来我就要作为这400万分之一的游客，再去打卡羚羊峡谷和鲍威尔湖。然而去羚羊峡谷游玩，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之前因为疫情关闭，我就已经取消过它2次的行程计划，所以这次旅程即便绕道些，我也要过来。如果你从距离它较近的大城市开车过来，都需要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来到这里后，羚羊峡谷又不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因为这里是印第安纳瓦霍族的保留地，所以必须要花每人50到90美元不等的团费，跟着当地旅行团才能进入。在你来之前还完全不知道值不值得票价，在经过尘土飞扬的一段路，再进入他们的领地。那我们现在就跟着这个车队，然后到达我们指定的地点，下来呢我们再徒步一段。整个游览也只有限的1个多小时，最好的景观还是在正午最晒的时刻，所以要在一个不能下雨的日子，顶着沙漠炎热的气候步行，还要跟着一群来自4面8方的陌生人挤进一个狭窄的空间，不准带相机，只能用手机拍摄。导游说，在 iPhone 手机鲜暖色滤镜下拍照，是打开羚羊峡谷最美的方式。那此刻终于万事就绪，旅途这一切所谓的艰辛是否值得，在抬头的那一刻将给你答案。经1.91年沉积下来的岩石层，在裂缝中的阳光下，这唯美的线条呈现出温暖的色调，高低层次中明暗交错。垂直仰望头顶的岩石，充满设计感的曲线空间，给人一种压倒性的美。触摸着时间流过的纹路痕迹，在超凡脱俗的自然艺术面前，突然感觉自己如一粒尘沙一样渺小。大家知道羚羊峡谷是怎么形成的吗？这片峡谷本土纳瓦霍语的名字叫水流过岩石的地方，这也说明了羚羊峡谷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导游用最生动的方式现场演绎了一下这种裂缝峡谷的形成过程。首先，当这片沙漠迎来降雨时，水流会渗进沙漠中，然后大风又将周围的沙子吹过来掩埋水流过的地方，一层又一层，千万年来周而复始的重复降雨和风沙掩埋的过程。然后奇迹发生了，当强风继续将这片地区的风沙吹走时，留下了沉积的砂岩形状，然后砂岩会在有地层运动的外力下裂出一道缝隙，
当再有雨水来临时，会将裂缝冲刷得更为光滑，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然而现实中的旅行体验与看到的景观不能说没有关系，只能说相差甚远。照片中看似静止的画面，现场却是挤满了游客、嘈杂的声音及漫天的尘土。所以让人趋之若鹜的只是峡谷的曲线美吗？其实不然，拍到天堂之光的照片带回去炫耀，才是大部分人来到这里的目的。它需要你在每年3月至10月份的晴天里，在中午11点至2点之间太阳能直射进峡谷的时间段，首先将沙子抛到光线中，然后在沙粒下落的几秒钟会反射出光束的形状，在沙尘中形成瞬间的光柱。当然，如果你能抓拍到的话。这便是那张在2014年被澳大利亚摄影师比特利克卖出历史最高价650万美金，被称之为幻影的黑白照片背后的拍摄场景。如今，当所有人都为了这一景观前来，用统一的方式打开羚羊峡谷的天堂之光时，在当下的那一刻，你是否真正享受在那里的时光，以及这样做是否真的尊重这里的文化？在旅行就是为了拍照的目的下，一切好像都要为之让步。不过如果你想避开拥挤的人群，接下来可以和我一起去坐游船，从鲍威尔湖上的角度游览羚羊峡谷，到那里再继续了解有关这里的文化和我们的故事。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亚利桑那州的一片荒芜之地上，能想象在沙漠中有一片绿洲吗？是的，在沙漠中的旅行总是粗糙又狂野的，简称不太享受。但我总觉得好像环境带来的艰辛越多，就会赋予看到的风景更多价值。这里就是我们一会儿准备坐羚羊采穴游船的码头了。不过有没有价值，看到风景之前总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出发前这船票就花了每人50美金，还被通知可能因为阴雨天气而取消。焦急的等待不如交给上天决定吧，去逛一逛码头上的商店，来缓解一下忐忑的心情。我们要去羚羊峡谷的游船了。终于，上天不会亏待每一个有耐心的孩子，在带来可以出发的好消息外，还赠送了我2个额外的福利。第一个福利就是整条船居然没有别的乘客，包了整条观光船的经历也是够独特了。虽然风浪有些大，但同时也带来的第2个福利就是，原本天空布满的乌云忽然被吹开了一道口子，露出马上要日落的斜阳，照在峡谷岩壁上，呈现出明暗相间的暖色调。在灰暗系的天空与墨绿色的湖水之间，羚羊峡谷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日落时分的景观之所以金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会转瞬即逝。暗淡下来的峡谷让我想起导游口中诉说的那没落的印第安部落文明。在过去几千年的沉寂岁月中，羚羊峡谷其实一直都是领地拥有者印第安纳瓦霍族人所敬重和珍惜的地方。他们说，羚羊峡谷是风的故乡，水的居所，是一个祈祷的神圣之地。如果过多的闯入和叨扰，会带给人们某种影响，就像你去破坏植物，但人类也无法在没有植物的环境里生活一样。虽然纳瓦霍族是北美印第安土著人中最大的一个族群，保留着最大的面积，领土占据了美国3个州，但当大批游客涌入这个淳朴的西部小镇时，原始文化也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祭奠品。我想任何事都有正反两面，改朝换代，社会发展总是有舍有得。有了过去那些故事，才有今天我们作为一名普通游客能看到的风光。
而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只用像素化的屏幕来记录风景，还要尊重踏足的每一片土地上的文化。也许用心感受才是打开旅行的正确方式吧。因为别人看到的始终是滤镜下的虚拟，而你是经历了它的真实，你说呢？说了这么多，我想即便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也依然会在瞬间消失的光束来临时，拿出 iPhone 手机，争抢着记录下那转瞬即逝的一刻，并将滤镜调成鲜暖色。徒步进入的羚羊峡谷其实分几个区域，其中以上羚羊峡谷最为火爆，优点是可以看到著名的光柱现象，缺点就是游客最多且拥挤，夏季的票很难预定且价格最贵。因为峡谷形状呈 A 字形，所以可能会有拍照光线较暗的问题。还有就是下羚羊峡谷，优点是游览体验充满探险的趣味，需要攀爬梯子下到峡谷底部。因为峡谷形状呈 V 字形，所以虽然阳光充足，景致多变，缺点就是不会看到光柱现象。其实除了上下羚羊峡谷，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羚羊峡谷 X。 虽然它没有上下羚羊峡谷名气大，但却同时拥有与它们相类似的景观。在它一处峡谷的正上方，岩石会呈现出 X 的形状，所以它叫羚羊峡谷 X， 且价格最是优惠的。所以为了保护自然，以上3处峡谷只允许游客跟着纳瓦霍族官方指定的游览团进入参观。其实大部分游客来到羚羊峡谷都指的是徒步走进，所以坐游船进入也算是另辟蹊径了。因为鲍威尔湖的水上活动有很多，所以羚羊峡谷的游船就成为了没那么大众的隐藏保障，因此也没有那么拥挤。如果当你不能包小船，或是没有体力和时间 kayak 的话，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游船体验一下。网上就能购买羚羊角码头的游船票，按开船时间提前到达码头的停车场，再从停车场会有免费的摆渡车接送你去码头边坐船。就是这个简陋程度，以上就是羚羊峡谷的全部内容啦。下期呢，我终于抵达了这个旅程的最后一站拉斯维加斯，用一场大秀和一顿大餐庆祝旅途的圆满结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留言、关注。你在